如果要找一个世界上最难杀的工作室，那么一定是拉瑞安工作室。没有什么比他的历程更加惊心动魄。被发行商抛弃、背刺、不平等合约，所有你能想到的坑和能让普通工作室倒闭的坑，他都踩过了。然而，就是这么一家比小强还难杀的工作室，做出了《神界原罪2》《博德之门3》这样的神作。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必须回到故事的起点，那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次次 all in 的男人——斯温·文科。斯温的计算机启蒙源于一场意外的疾病，在一个本该欢乐的圣餐派对上，年幼的他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喝光了桌上剩余的香槟。酒精带来的不仅仅是宿醉，几天后他被确诊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这场病让他被迫长时间卧床，告别了他热爱的篮球场和游戏厅。为了打发漫长而无聊的康复期，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家里那台内存仅有1KB 的电脑，电脑还附赠了一本编程书。他决定学习并且开发一款自己的游戏。他的父亲是一位狂热的大型狩猎爱好者，经常不在家。为了给父亲一份礼物，或者说是为了通过某种方式与父亲重新建立连接，斯温编写了他第一个程序，一个打猎模拟器。随后他又编写了一个滑雪游戏。这些稚嫩的代码在他心中埋下了创造虚拟世界的种子。尽管早期的策略游戏如帝国对斯温产生了一些影响，但真正重塑他灵魂的游戏是《创世纪7：黑门》。这款发行于1992年的游戏向年轻的斯温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概念——系统性的自由。在《创世纪7》中，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仿真系统，玩家可以烤面包，可以把箱子堆起来，翻越城墙，甚至可以杀死关键的 NPC， 而世界也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较高自由度的玩法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成为了斯温毕生的执念。他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拉瑞安工作室几十年来的所有努力，本质上都是在追逐《创世纪7》带给他的那种震撼感。这种对高互动性和高自由度玩法的痴迷，成为了拉瑞安最核心的 DNA。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个 ARPG 追求爽快打击感的年代，拉瑞安却始终在死磕复杂的环境交互系统和传统的 RPG 游戏。1996年，斯温决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在为公司命名时，他没有选择那些听起来高科技或充满奇幻色彩的词汇，而是看向了他当时的一位忠实的伙伴，他的爱犬。斯温平时习惯叫他拉尔，于是拉瑞安工作室就这样诞生了。拉瑞安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初出茅庐的斯温并没有业界人脉，但他有着巨大的野心。他的第一个项目名为《诸神黄昏》，这是一款试图继承创世纪精神的开放世界 RPG。为了给这款游戏寻找发行商，斯温带着 demo 前往了 ECTS， 也就是欧洲计算机贸易展。这是一个仅限业内人士参加的展会，而斯温并没有入场证。他靠着朋友的关系搞来了几张，硬是给他混进了展会的现场。在展会上，他奇迹般的获得了一次与雅达利高层会面的机会。当时的雅达利虽然说已经风光不再，但仍然是行业的巨头。斯温展示了他的 demo， 并成功说服雅达利签下了一份价值约5万美元的合约。这对于当时身无分文的拉瑞安来说，这笔钱就是一笔巨款。斯温后来回忆到，当他走出会议室时，巨大的压力释放和兴奋交织，让他忍不住在路边呕吐了起来。然而，命运给拉瑞安开了第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签约不久后，雅达利决定彻底退出 PC 游戏市场，并最终与硬盘制造商 JTS 合并。那份约5万美元的合约瞬间变成了一张没用的废纸。刚刚看到希望曙光的拉瑞安瞬间跌回了深渊。失去了资金的支持，斯温必须从现实出发。当时《命令与征服》掀起了 RTS 即时战略游戏的热潮。为了生存，斯温决定暂时搁置 RPG 的梦想，跟风制作一款 RTS 游戏。这就是后来的 LED Wars。 这款游戏是在短短5个月内赶制出来的。虽然说谈不上是传世经典，但是它被发行商 Eidos 看中，成功为工作室带来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拉瑞安有能力完成并发布一款商业游戏。随着 LED Wars 的发布，拉瑞安暂时站稳了脚跟。斯温立刻回到他魂牵梦绕的 RPG 项目上。这一次，他的新项目名为《女士、法师与骑士》，简称 LMK。这个项目引起了德国发行商 Attic 的注意。Attic 在当时颇有名气，他们拥有德国国民级桌游《黑暗之眼》的改编权，并曾发行过著名的阿卡尼亚王国系列。Attic 与拉瑞安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他要求拉瑞安将 LMK 开发改为黑暗之眼世界观下的作品。拉瑞安没有办法，只能妥协。起初双方的合作还算顺利，拉瑞安得到了资金，Attic 得到了开发团队。然而1998年的E3展改变了一切。
Attic 的高管在展会上看到了暴雪即将推出的《暗黑破坏神2》，被其精美的16位色彩画面深深震撼。回到德国后，他们看着拉瑞安正在开发的8位色项目，感到极度恐慌。他们向斯温下达了死命令，推翻现有的美术，全面升级到16位，以此来对标《暗黑破坏神2》。为了协助拉瑞安完成这巨大的技术跨越， Attic 将自己内部的一支开发团队派驻到了比利时。原本的小型工作室突然塞满了30多号人，开发成本急剧飙升。到了1999年，灾难降临。Attic 因为盲目扩张和管理不善，资金链彻底断裂。他们不仅无法支付拉瑞安的开发费用，甚至连派驻在比利时的德国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了。斯温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噩梦般的境地。他是拉瑞安的老板，但他不仅要养活自己的员工，还要面对一群被母公司抛弃的德国开发者。然而工作室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账面上空空如也。他后来回忆说，那是拉瑞安工作室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工作室濒临倒闭，最终合作破裂， LMK 的项目被取消，拉瑞安再一次一无所有。这时的拉瑞安是一片废墟。为了活下去，斯温被迫开启了疯狂接单的模式。在这1年里，拉瑞安承接了大约20到30个外包项目，从小型赌场游戏到广播公司的网页小游戏，只要给钱什么都做。这些不起眼的工作勉强地维持着工作室的运作。在外包工作的间隙，斯温利用 LMK 遗留下来的资产和代码，开始构建一个新的 RPG 项目，这就是后来神界系列的开山之作。最初这款游戏被命名为神界谎言之剑。拉瑞安找到了另一家德国发行商 CDV 当时因为发行了突袭 Sudden Strike 而大获成功。然而 CDV 的 CEO 有着一种奇怪的迷信，他认为突袭的成功源自于他的名字是押韵的，因此他强硬地要求拉瑞安将游戏改名为神的神界。斯温对这个名字深恶痛绝，他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傻逼，像把面包叫做面粉面包一样可笑。但 CDV 掌握着资金的命脉，斯温别无选择。游戏最终顶着神的神界这个名字上市了，并且正如斯温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确实获得了最差游戏命名奖之类的尴尬荣誉。尽管游戏本身备受好评，如果说改名只是让斯温不爽，那么 CDV 接下来的操作只能用逆天2个字来形容。2002年的夏天，游戏虽然已经接近完成，但仍然存在大量的 bug。拉瑞安的团队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最后的打磨。斯温此时正在美国进行游戏宣传，向各大游戏媒体展示游戏的潜力。就在此时，他震惊地发现 CDV 已经在德国把游戏发售了。发行商为了赶在财报截止或其他商业节点前上市，在没有通知开发团队的情况下，直接将尚未修复完 bug 的版本压盘发售了。这意味着市面上的神界出版包含了超过7000个已知 bug。斯温在美国游戏媒体采访的包围中不得不强颜欢笑，内心却正在滴血。神界发售后，凭借其深度的 RPG 系统、优秀的音乐和类似大菠萝的爽快战斗，获得了媒体和玩家的高度评价。这款游戏它卖得很好，但对于拉瑞安来说，这是一场惨胜。根据当时严苛的发行合约，开发商只有在发行商收回所有开发成本、市场营销费用和其他杂项支出后，才能开始获得版税分成。这在当时的游戏行业是常态。所以尽管游戏销量不错，但 CDV 宣称并未回本。结果就是拉瑞安制作了一款成功的游戏，但是却没有拿到1分钱。工作室再次从30人的规模缩减到只剩3个人。那是2003年，拉瑞安只剩下一个空壳和满墙的奖状。从2003年到2009年，拉瑞安似乎在游戏市场上消失了。为了不让工作室倒闭，斯温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雄心壮志，转向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教育游戏和儿童广播游戏。在这期间，拉瑞安为比利时的儿童频道 Kitnet 开发了一款名为 Kitnet Kick 的游戏。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填色游戏，它允许孩子们创建内容并将其上传到服务器。这实际上运用了相当复杂的多人网络技术。随后 BBC 购买了这个技术，并改名为 Adventure Rock。此外，拉瑞安还开发了 Monkey Tales 系列数学教育游戏。这些项目虽然听起来与硬核 RPG 相去甚远，但他们为拉瑞安保留了梦想的火种。首先，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让公
去他妈的发行商，老子自己干。2013年，拉瑞安决定制作一款回归本源的游戏《神界：原罪》。斯温想要做回他最爱的回合制 RPG。当时的主流市场普遍认为回合制已经过时了，只有即时动作游戏才能卖座。为了获得资金并验证市场的需求，拉瑞安登上了 Kickstarter 的众筹平台。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只有40万美元，没想到众筹远超预期，他们筹到了100万美元。但是这远远不够开发成本。这一次，斯温决定赌上他的一切。他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抵押了自己名下所有的资产，包括房子、车子，甚至在开发后期一度推迟缴纳税款，将所有资源都以此为赌注砸进了这款游戏。如果神界原罪失败了，拉瑞安将彻底从地球上消失。2014年，神界原罪发售，它不仅因为没有回合制而被冷落，反而因为其极高的自由度、元素交互系统和双人合作模式而大获成功。游戏销量突破100万，更重要的是，因为是自主发行，拉瑞安拿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这家在温饱线上挣扎了近20年的工作室，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手里有了钱，斯温并没有选择过上安逸的生活，而是立刻投入了续作《神界：原罪2》的开发。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完美。他扩大了团队，邀请了更专业的编剧，进一步深化了战斗系统。2017年，《神界：原罪2》发售。他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无数玩家奉为神作。在 TGA 上，他被提名为最佳角色扮演游戏，本身就证明了拉瑞安已经从比利时的小作坊跻身世界顶级 RPG 开发商的行列。在斯温文克心中，一直有一个终极梦想，就是制作《博德之门3》。早在《神界：原罪》第1代成功后，斯温就曾飞往西雅图，向拥有《龙与地下城》版权的威士治提议制作《博德之门3》。当时的威士治虽然欣赏斯温的热情，但认为拉瑞安的资历尚浅，拒绝了这一提议。然而，当《神界：原罪2》在 Early Access 阶段展现出了惊人数字时，威士治的高层改变了主意。威士治主动联系了斯温：“你还想做《博德之门3》吗？”机会来了，但时机糟透了。当时拉瑞安正处于《神界：原罪2》的发售前最后的冲刺阶段，全员处于高强度的加班状态。威士治要求拉瑞安提交一份详细的《博德之门3》的设计文档，作为最终签约的依据。但是斯温和他的团队已经精疲力竭，大脑几乎无法运转。但是为了不让机会溜走，他们在一个周末把自己关进了一家酒店的房间，强迫自己写出一份设计方案。在极度疲劳和压力下，他们拼凑出了一份文档。斯温后来也承认到，那份文档真的很烂。他们将文档发给了威士治，威士治的反馈也非常直白，这个文档就是一坨屎。面对这种反馈，斯温没有放弃，他诚恳地回复道：“我们知道这是一坨屎，但是我们要发售游戏了，实在没有精力了，请给我们一点延期。”幸运的是，威士治看过《神界：原罪2》的实际表现，他们选择了信任拉瑞安的实力，而非那份糟糕的文档，给了他们第2次机会。最终合约签下，《博德之门3》正式启动。拿到授权后，项目代号定为 Project 古斯塔夫，以当时工作室的狗狗古斯塔夫命名。令人遗憾的是，古斯塔夫在游戏开发期间去世了，他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游戏中。自定义角色的默认名字 TAV， 这是古斯塔夫的缩写。为了制作这款 3A 级的 CRPG， 拉瑞安开启了疯狂扩张模式。他们在魁北克、吉隆坡、巴塞罗那等地建立了分部，形成了日不落开发模式。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主要依赖动作捕捉和面对面交流的开发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拉瑞安坚持了长达3年的 Early Access 模式，这期间，无数玩家向拉瑞安提供了无数关于 bug 和剧情的反馈。正是这种与社区紧密的合作，让游戏得以精细的打磨。2023年8月3日，《博德之门3》正式发售。它不仅没有爆死，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媒体给出了高分评价，数十万同时在线人数，证明了拉瑞安对 CRPG 的坚持是正确的。2023年的 TGA 年度游戏竞争，拉瑞安的《博德之门3》对阵任天堂的《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两款游戏依然是各自领域的巅峰，代表着各自游戏玩法的极致。尽管《王国之泪》依旧伟大，但这一年属于拉瑞安，属于 CRPG。《博德之门3》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被遗忘的真理：只要你真诚地对待玩家，把游戏当作艺术品而不是理财产品去打磨，玩家就会把你捧上神坛。30年过去了，很多当年的巨头雅达利、CDV、Attic 或是倒闭，或是被收购，或是变成了无人问津的空壳。那些试图杀死拉瑞安的资本巨兽，最终都倒在了时间的尘埃里。最后，我想用斯温2024年的 TGA 演讲
来做最后的总结。Turns out that not only will I be the one who will know as first which game wins tonight, but I actually also know which game is going to win next year, the year after, and the year after. Now, how do I know this? Well, an oracle told me. She said, change is coming. It's a modern oracle, so they made me sign an NDA, but I trust all of you. I know you can keep a secret, you will never leak it. The oracle told me that the game of the year 2025 was going to be made by a studio who found the formula to make it up here on stage. It's stupidly simple, but somehow it keeps on getting lost. Studio made their game because they wanted to make a game that they wanted to play themselves. They created it because it hadn't been created before. They didn't make it to increase market share. They didn't make it to serve as a brand. They didn't have to meet arbitrary sales targets or fear being laid off if they didn't meet those targets. And furthermore, the people in charge forbade them from cramming the game with anything whose only purpose was to increase revenue and didn't serve the game design. They didn't treat their developers like numbers on a spreadsheet. They didn't treat their players as users to exploit. And they didn't make decisions they knew were short-sighted and function of a bonus or politics. They knew that if you put the game and the team first, the revenue will follow. They were driven by idealism and wanted players to have fun. And they realized that if the developers didn't have fun, nobody was going to have any fun. They understood the value of respect, that if they treated their developers and players well, those same developers and players would forgive them when things didn't go as planned. But above all, they cared about their game because they loved games. It's really that simple, said the Oracle.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不妨给个3连支持一下，感谢各位。